中国又一个造车新势力倒下了。12月11日，吉悦汽车突然宣布解散 ，CEO 夏一平被愤怒的员工围堵在总部。说起这事儿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我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吉悦是个什么来头。它是百度和吉利在2021年1月共同设立的，原名叫吉度汽车。去年10月才推出第一款车型吉悦01，售价24.99万到33.99万。今年9月又上市了第二款车吉悦07，搞了个限时优惠价19.99万到28.99万。这公司今年前11个月总共才交付了 1.4 万辆车，平均每个月也就卖1300来辆。要知道，现在中国每个月光新能源车就能卖80万辆，吉悦这点销量连市场份额的 0.2% 都不到。但你别说，这公司烧钱的本事倒是一流。据市场消息，吉悦每卖一辆车要亏损近10万元，这么算下来，光今年就亏掉了14个亿。这不，钱烧完了，现在连员工的社保都断了。最可气的是，11日下午，公司人事部突然跟员工谈话，给出2个选项，要么12月16日前走人，承诺给 N+1 补偿，但也说了没钱给；要么停薪留职，自己掏钱交社保。这不就是逼着员工裸奔上班吗？当然了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吉悦。你看看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场，那叫一个惨烈。除了比亚迪和理想能赚钱，其他30多家车企可都在赔钱。就拿小鹏、极氪和领跑来说，今年2季度合计亏了429亿，平均每家亏143亿，这亏损速度简直比印钞机的速度还快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夏一平被员工围堵后说了句话：公司80%的投票权在百度。这话里有话呀，意思是他就是个打工的，关键决策都得百度点头。这不就暴露了吗？百度这个互联网巨头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又栽了个跟头。回想起来，百度这些年在造车领域可没少折腾。从2017年就开始搞 Apollo 自动驾驶平台，还投资了威马汽车。结果呢，威马去年就破产了。现在连自己控股的吉悦都撑不住了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最可悲的是员工。你想啊，吉悦的销售工程师们好不容易熬了1年多，眼看着新车上市了，销量有起色了，结果公司说倒就倒。这些人连11月的社保都没了，还得面临失业。按现在市场行情，这些汽车行业的人才想找下家也不容易。毕竟现在谁还敢轻易进新能源车企？看来在新能源车这个火坑里，不光是百度被烫伤了，更多的是那些相信造车新势力的普通打工人。别看现在市面上新能源车卖得欢，背后却是一地鸡毛，一个个企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。这就是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真实写照。说完了吉悦，咱们来看看整个电动车行业的惨状。说实话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史诗级的烧钱狂欢，烧的还是纳税人的钱。据统计，为了让中国电动车称霸全球，中国政府这些年可是下了血本。从2009年到2023年，光补贴就砸进去了2309亿美元，和人民币差不多1.7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建30个北京大兴机场，或者100个鸟巢体育馆。这些钱都去哪儿了？主要分5个大项：给买车的人补贴，免除10%购置税，修建充电桩，给厂家研发补贴，还有政府采购。这么多钱砸下去，确实也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中国现在有1310万辆电动车保有量，占全球的60%。但问题来了，市场真的需要这么多电动车吗？看看销售数据就知道了。今年小鹏汽车第2季度净亏损 12.8 亿元，吉利旗下的极氪净亏损 18.1 亿元。就连号称高端品牌的蔚来，去年第2季度
亏损更是惊人，8.35亿美元，算下来每卖一辆车亏损3.5万美元，合人民币25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卖的越多，亏的越多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车企连给供应商的钱都快付不出来了。根据彭博社的数据，蔚来汽车现在需要295天才能结清应付账款，而2021年只需要197天。小鹏也好不到哪去，从2021年的179天延长到了221天。这不是拖着供应商给自己打工吗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没关系啊，不是还有政府兜底吗？别做梦了。今年8月份的数据显示，纯电动车在欧盟市场份额跌到了 14.4%， 比去年同期的 21% 下降了1/3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想要出口，难度越来越大了。不信，咱们再看看国外的态度。今年5月，美国把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 25% 提到了 100%。10月，欧盟准备征收 45% 的关税，加拿大更狠，直接开征 100% 的关税。连巴西、土耳其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设置贸易壁垒。大家的意思很明显，中国，你别想靠低价倾销来祸害我们的汽车产业。而中国市场呢？就连电动车行业的领军人物蔚来汽车的李斌都说了，最激烈、最残酷的阶段已来临，只有少数优秀企业能活下来。看看威马汽车和高和 HiFi 的下场就知道了，一个申请破产重组，一个直接停业半年。更可笑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还在硬撑。上海、深圳、昌平这些地方现在给买电动车的人发补贴，从1000到1万元不等。问题是，这些地方政府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还在那冲大尾巴狼。有分析师说得好，中国电动车产业就像一个吹得太大的气球，现在正在慢慢漏气，产能严重过剩。30多家车企里，只有比亚迪和理想能赚钱，其他全都在比谁烧钱烧得快。这不是经济规律，这是在玩命。看来中国电动车产业的至暗时刻还在后头。等到明年产能全部释放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时候，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企业连续命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倒下。这才是真正的新四化，亏损常态化，倒闭规模化，失业普遍化，补贴白费化。说完了行业现状，还有个更可怕的隐患，几乎没人提起，但足以让整个中国电动车产业一夜崩塌。这就是特斯拉手中的专利和按钮。最近，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爆出一个惊人的内幕：中国电动车产业能发展到今天，很大程度上是沾了特斯拉的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特斯拉此前把电池专利全部免费开放，这才让中国车企有机会快速发展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哪天马斯克对中国说不了呢？这话不是空穴来风。据美国专利局统计，特斯拉在电动车领域拥有超过3000项专利，而且最关键的是电池技术专利，这可是电动车的心脏。如果马斯克哪天心情不好，来个专利诉讼，整个中国电动车产业都得抖3抖。而且你别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，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紧张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还在被比亚迪不断蚕食。2023年前11个月，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是 71.5 万辆，比亚迪却卖出了超过240万辆。你说马斯克能不急眼吗？有人说了，就算马斯克翻脸，中国不是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吗？且不说这些专利能不能真正绕开特斯拉的核心技术，光是打官司这件事就够中国车企喝一壶的。去年全球10大电动车电池专利诉讼案，中国企业就输了8起，赔的钱都够再建一个新能源车厂了。再说个更吓人的数据，2023年
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37专利调查达到历史新高，而且赢面超过 8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马斯克决定下狠手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现在外部环境也越来越不妙。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放话说，要对中国商品征收 60% 以上关税。欧盟已经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倾销调查。连东南亚小兄弟都开始对中国说不了，越南和印尼已经要求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和善停业，就因为怕中国商品冲击本土企业。有分析师开玩笑说，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现在就像坐在3条腿的凳子上，一条腿是政府补贴，一条腿是廉价产能，还有一条腿是特斯拉的专利授权。现在第一条腿在收缩，第二条腿被国际社会围堵，就剩下马斯克手里那条腿了，而这条腿随时可能被抽走。但更讽刺的是什么？中国政府还在加码压住。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又提出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说白了，就是要继续放水，继续烧钱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在悬崖边上狂奔的人，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停不下来。11月份，中国的进出口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，出口增长只有 6.7%， 比10月份的 12.7% 几乎腰斩，进口更惨，跌了 3.9%， 创下9个月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靠投资拉动、靠补贴维持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。现在的中国电动车产业就像一个被打了强心针的病人，看起来还能动，但器官已经开始衰竭了。如果马斯克真的按下那个核按钮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企业和员工要为这场造车大跃进付出代价。说到底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悲剧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之路上的一个缩影。靠政府补贴，靠产能过剩，靠低价倾销，这条路真的能走多远？或许等马斯克按下按钮的那一天，我们就知道答案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到底还能撑多久？